我不过是抱着一头大灰狼狂撸猛吸，却吓得全星际的人都吓尿了裤子。只因这只灰狼乃是星际第一战神焚渊，而作为3S 级雄性的兽形状态，焚渊狂暴起来，对帝都将是毁灭性的灾难。但毫不知情的我，却继续把大灰狼的肚子当作枕头。此时的焚渊仰靠在沙发上，手腕上的心脑警报不断提醒主人。这2期节奏应当天赋予4分期，是华鸟出生之夜，保护母亲的绝对进步模式。是。焚渊状态颓靡，没有雌性期主的成年雄性，一旦4情值突破90%，极有可能不受于控制，直接变成兽性。到那时，他的性情会变得狂暴危险。焚渊一向严苛自律，绝不允许自己冲到外面变成一头嗜杀的野兽。只是近年雌性越发稀少，很多雄性都因为挺过4情期暴体死亡。这次私情来的迅猛，他都不确定自己能挺得过去。这时房间里传来砰砰的动静，焚渊的视线看向声音的来源，那是一个1米多的黑金箱子，是几天前军团扫描一颗垃圾形式捡到的。里面不知道装了什么，如果不是突然私情，他今天应该把它送去检测中心的。现在看来，里面有活物，箱子还在被撞击着。突然一下盖子破开，我伸出一只纤细白皙的手，让原本警惕中的焚渊一怔。看着箱子里做起的羸弱的我，他愕然睁大眼睛，一时间忘了呼吸。好美的雌性。这时焚渊手腕上的系统再次响起。焚渊极力压制自己的兽性，咬紧牙关道：“您怎么会在这？快躲起来！”对于此时的焚渊来说，这太荒谬了。他正在私情，房间里怎么能有我这样一个雌性？在星际帝国，雌性是最为柔弱的存在，体力通常不到普通雄性的5%，需要精心呵护才能存活。如果焚渊右手的手铐并不能困住自己，而房间绝对禁锢模式下，他根本没办法离开这间屋子，随时有可能伤害到尊贵的我。我好奇地耸动了一下鼻子，好像嗅到了一种类似于信息素的味道。我不由得讶异地打量着焚渊：“你是私情了吗？”我走近他，从地上捡起一支针管，嗅了嗅上面残留的药剂味道，心里暗道：这是一支抑制剂，跟我那个世界的抑制剂不大一样，药味闻起来好像浓很多，剂量不太像是给正常人用的，倒像是某些攻击性极强的大型野兽的剂量。就在我思考的同时，焚渊头上一对银灰色的狼耳不听话地蹦了出来，身后一条粗大的毛茸茸尾巴也在沙发上延伸开。与他主人躲避的状态不同，他正在跃跃欲试地向面前的我展示他的开心。我眼睛一亮，看来我确实穿越到了兽性世界。研究院发明的穿越机有点意思吗？我那个世界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，人类的寿命直线下降，普通人的平均寿命甚至不能超过50岁，更有一部分人在20-30岁就早早死去。我就是后者。由于想解决寿命的问题，联国一名研究院士发明出了穿越机，可以让我穿越到这个人均寿命达到500岁的星际兽时，去读他们长寿的原因。此刻我新奇地上手摸了摸他的耳朵，心里不禁感叹，他好可爱啊，是从哪里蹦出来的？耳朵上传来的感觉让他站立。所有的兽人都不喜欢任何代表兽形的东西，尤其雌性，他们非常鄙夷看到雄性的兽形，因为雄性一旦出现兽形，要么是战斗，要么是失控，要么是死亡，不论哪一种都昭示着雄性的兽形是粗鲁和晦气的象征。此时的焚渊努力想从我脸上看出捉弄和嘲讽之意，可是某种占有欲疯狂地叫嚣着，使他根本不能集中注意力去管其他事情。他呼吸急促，本能地想要靠近我，然而理智却在制止他危险的想法，他只得矛盾克制地让自己后仰。您离我远一些，我会伤害到你。我凑近他的脖子，根据我来之前得到的资料，这里是异性恋的世界，大概率不会有同性伴侣，而我在这个男人身上没有闻到任何女性的味道。这个兽人男性应该是单身，而且私生活非常干净。他肌肉强健，体型高大，我对他有点感兴趣，所以我并不介意帮他解决一下当下这个棘手的问题，但不介意发善心尝试帮他一把，再顺便研究一下他的身体构造，看看和我的寿命是否有关联。看着因为我的靠近而浑身僵硬的焚渊，我弯起一道人畜无害的笑容，把手轻轻放在他身上，暖声道：亲爱的兽人先生，需要我帮你吗？焚渊震撼地看向我，可他的理智很快被淹没，我身上的气息似乎有安抚雄性的效果。清醒过来之后，他恨不得给自己一枪子。兽神在上，我干了什么混账事？我竟然在没有跟雌性结成伴侣关系的前提下，就对他做了那样的事情。我凑近他，脸上带着无辜的神情，眨了下黑淋淋的眼睛。兽人先生，我饿了，你这里有吃的吗？焚渊还未正常的心跳，在跟我对视的一眼里，再次狠狠撞了一击。他猛地转开眼，抿了抿唇，手腕用力，青筋蜿蜒爆出，手铐的铁链在他的用力下硬生生扯断。随后他走向厨房，等回来时递给我一些东西。抱歉，目前只有这几个口味的营养液，您看看有没有喜欢的。今天屋子锁死了出不去，可能得委屈您将就一下。我接过这几支陌生包装的营养液，打开试探性的舔了一点，舌尖刚尝到一点涩味，脑中就传来一道清冷系统声：正在检测，检测完毕。当前液体成分营养偏高，符合人体所需，无毒性，已取消毒性过滤功能，可以食用，无长寿功能。我仰头喝下去，饱腹感很足，像一种果味饮料。但是对于吃惯了食物的我来说，只喝水还是欠缺了点什么。既然他说只有这些，我也就不勉强了。
了。什么样的生存环境我都经历过，就当吃液态的压缩饼干好了。肚子饱了之后，我疲惫地揉了揉眼睛，也许是不适应这个世界的水土，又也许是在穿越机里待了太久，感觉身体处在一种非常虚弱的状态。经过刚刚的劳作之后，已经没有多余的精力了。初步判断，面前这个兽人对我并没有恶意。我软绵绵地趴在沙发上，不过2秒就睡着了，呼吸声逐渐变得平稳。焚渊复杂地看着我，我身上散发的气息太让人亲近沉溺了。要知道顶级雌性也不曾让他失控过，我似乎有些特殊。我对他做了那样的事，他应该也是喜欢我的。等找到时机，我要问问他愿不愿意做我的妻主。只是这样精致的雌性，怎么有人忍心把它装进箱子里，丢去垃圾箱？他到底经历了怎样残忍的过去？他小心翼翼地把我抱起来，察觉到手上的重量异乎寻常的轻，不由得动作更加轻缓。被人小心地放在床上，接触到冰凉的被子，我不自觉地不安瑟缩了一下。焚渊低声道：“9527，把温度调到适宜温度。”保持安静，不需要回应。房间里一片寂静，只有卧室墙上的温感器，温度数字安静地慢慢上升，直到26摄氏度停了下来。这一觉睡得还算安稳。我掀开被子下床，发现房间里空荡荡的，餐桌上放着一堆各种口味的营养液，还有几件各种款式颜色的新裙子，以及一张纸条。您好，我是焚渊。昨天您见过我出去处理一些事情，桌子上有一些营养液和衣服，有事可以呼唤9527房间机器人。您的手腕上有我的心脑附件，有任何需要或者衣服不喜欢都可以在上面买，请您尽量不要出去。您这么漂亮的雌性独自出门非常危险，我会很快回来。我不由得似笑非笑，这兽人先生好像刻意在用很正派的语气跟我说话。昨天那种情况，我们应该不只能算见过吧。至于心脑附件，我抬起手，果然看见右手手腕上有一块类似手表的东西，捣鼓一阵，发现这个东西用途几乎跟手机差不多，里面有焚渊的联系方式，能上网也能购物。我点开星脑银行，里面的一大串数字让我数了2遍。这么有钱，不会他的全部资产都在这了吧？不过目前我对购物不感兴趣，我上网查找了一下这个世界的相关资料，就毫不犹豫地开门出去了。至于焚渊说的不要出去，我来这里本就是为了探查这个世界而来，不出门怎么探查？视线扫到星脑里一个定位界面，界面上明显有我的准确所在方位，还连接着另一台设备。定位跟踪，小兰，帮我把这个新脑的定位系统屏蔽掉。随后我体内的系统中枢中一个清冷男声响起：收到，正在搜寻可能携带定位的系统，干扰成功，定位已屏蔽。几分钟后，我用帽子盖住大半张脸，穿着不合身雄性衣服走在街上。考虑到兽人嗅觉灵敏，我特意掩盖了自己的气息。衣服是焚渊的，虽然穿在我身上有些怪异，但帝都奇怪的人多了去，我也并没有引起太多注意。我的世界虽然勉强探查到过兽星世界，但对这里了解的并不多。刚才通过星脑基本捋清了这个世界，这里的雌性非常稀少，男女比例已经到了9:1的程度，街上几乎看不见雌性。但其实雌性的地位异常的高，一旦有雌性出现，身边必定跟随好几名雄性保护。在这里，不论以任何理由伤害雌性都是犯法，会承受非常严重的法律责任。雌性享有大部分的法律话语权。我所在的地方是中央新帝都，这里是整个星际最繁华的地方，到处都是冷硬的星际建筑和悬浮的交通工具。这里有最顶级的治安，但越是繁华的地方，就越是有一些藏在犄角旮旯里、治安无法管制的灰色场所。而一个城市的秘密，通常就流转在这些场地里。比如一个叫森地地下交易城的地方，我进去没走2步，身后一道黑影猛地从我旁边窜出去，那人速度飞快，身形灵巧地避开我，几下闪藏不见。随后几个紧追其后的拿着枪的壮汉，气势汹汹地一把推开我，滚开！小杂兽，别挡路！兽人雄性敬重强者，而对我这种矮个子的雄性，他们天生鄙夷，正眼都不带瞧的，只边追边骂。那小崽子怎么这么能跑？枪都打不中他，他的兽型是黑豹，这类兽人以速度出名，哥几个别跟丢了，今天一定要宰了他。我揉了揉被那些人撞疼的胳膊，帽檐下的双眼眯了眯。地下交易城，一条肮脏的堆满垃圾的巷子里，少年跑进死路，面前封死的墙让他逃无可逃。如果是平时，他全力战斗，未必不能做趴这些人，但今天他兼职黑拳时已经身受重伤，此时是力竭状态，他没有胜算。他转过身，阴郁地盯着巷口，遮掩的几缕黑色碎发滴着汗，无数伤口的血液正在往衣服外浸。那几名大汉堵在巷子口冷笑：洛特，你跑不掉了！枪声炸响，一场恶战就此爆发。尽管速度拉到极限，打架从来不要命，可在狭窄的巷道里，强弩之末的洛特依然只有一个下场。10分钟后，硝烟散去，杀他的人拖着伤骂骂咧咧离开，只剩下倒在地上的一只尚未完全成年的黑豹。洛特绝望地躺在腐臭的满是垃圾的巷道里，随着痛苦的呼吸，身上的枪伤浸出大量鲜血，将黑色的豹毛染成暗红色。他的生命进入倒计时。要死了吗？我这可悲的一生，
就要在这种肮脏的角落结束了吗？巷口外，我突然挡在无人的巷道里，逆视着这几名行过凶的兽人雄性，刻意压低声音：“你们刚刚撞疼我了，道歉。”几个刚行过凶的兽人壮汉互相看了一眼，纷纷十分不屑地嗤笑起来。其中一人走上去，试图把我拎起来。哪来的雌强？毛都没长齐，就敢挑衅老子？家里的雄父没教过你别送死吗？我从宽大的袖子里伸出一只纤细白皙的手，一把抓住壮汉比我壮硕3、4倍的手臂。在众人都看着我的手愣神之时，莫大的力量突然从我这只纤细手中迸发出来，只听见骨头崩碎的声音。壮汉的手臂像煮熟的面条一般软了下去，随即传来他撕心裂肺的痛叫。而后我揪住他的衣领，在空中划过一道优美的弧线，狠狠把他砸在地上，灰尘散去。我逆视这群还没反应过来的大个子蠢货，淡淡道：“都让你们道歉了，非要找死。”巷道里的枪声混乱地响起，又飞快地停下去。到死他们也想不通，我这个矮小只的瘦弱雄性哪来这么强的战斗力？黑豹奄奄一息地看向巷口，在他死寂的视线中，我戴着帽子，穿着宽大的衣服，慢吞吞地出现在了他眼前。不知道是不是幻觉，在这一瞬间，他闻到我身上有一丝不同于雄性身上的味道，一种陌生的他从未接触过，却莫名让他亲近向往的清香。随后我蹲下来，歪着头把他从上到下打量一遍，没加掩饰地自言自语道：“这就是完全展现的兽形吗？看起来比一般豹子大好多啊。”骆驼兽瞳一缩，这个声音是雌性，可一个尊贵的雌性怎么会独自出现在这种地方？它没有随身保护的雄性吗？就在这时，我摸了摸他的毛发，露出一道友好的微笑。你运气很好哦，我是个爱护动物的好人。骆驼有点茫然，意识在血液流逝中逐渐模糊。这是什么意思？随后我手腕一翻，系统空间里的特效保命药出现在手心。给黑豹喂完之后，我发现自己找不到回去的路了。我虽受过专业训练，无数技能傍身，战斗力强悍，但我偏偏是个路痴。纠结之后，我只好吩咐系统：“小兰，把定位干扰取消。”干扰信号已取消。检测到您所处位置较为危险，请保持警惕。我狐疑地睁大眼，系统能观察到周围的环境，这就算了，我竟然还从这道声音里听出了关心。难道系统是个有情绪的系统？我惊讶道：“你刚刚是在关心我吗，小兰？”清冷男生这次停顿了几秒，居然像是在迟疑。随后系统道：“是的，我与您共生一体，有责任担心您的安全。”尽管这可能只是系统设定的程序，听完心里还是暖暖的。我差点以为他是个活的帝都军办厅最高层办公室，一位副将拿着资料严谨地汇报道：“军帅，根据您提供的照片，星际系统匹配了所有登记在册的雌性，都没有结果。他是一名没有星际身份的雌性，我们调查不到他的来历和等级。”资料上的照片正是星月。对于这个结果，粉渊并不意外，只是语气有些沉重道：“去查一下那些私自买卖、豢养雌性的势力。”想到星月可能是被晦涩势力豢养的雌性，他神色更加冷硬了些。生平头一次，他对雌性产生了强烈的心疼和保护欲。就在这时，光脑滴了一声，上面连接着他的光脑附件的定位，附件显示星月离开了他的住宅，出现在了森地地下交易城。粉渊猛地站了起来：“那是帝都最大、最肮脏、最残暴的地段，他怎么会在那里？为什么光脑现在才提醒我？他被绑架了吗？那样漂亮单纯的雌性出现在那里，我都不敢想会发生什么。”副官问疑惑道：“军师发生什么事了？”粉渊脸色铁青：“让所有人集合，去森地地下交易城。”短短10几分钟内，帝都军队将森地地下交易城层层围住。粉渊快步按照光脑的定位指示走进交易城，距离光标只差一个转角的时候，他看到几个拿枪的彪形大汉倒在那里，脖子被扭断，死透了。显然这些人都是一击毙命，杀他们的人实力远远凌驾于他们之上。他脚步放慢，担心星月会像这些人一样的下场。是以转角看到星月的第一眼，他几乎心脏都忘了跳。瘦小的人儿就这么坐在血泊里，旁边还躺着一头兽化的豹子。这头豹子伤害了他。被这一幕激怒的粉渊当即就要击毙这头豹子，我惊慌失措地挡住豹子：“不要伤害他，他很可怜的。”粉渊一顿，杀意威廉，收了枪，迅速将我检查了一遍。“您怎么跑到这里来了？有没有受伤？”“没有，你不在，我在房子里太无聊了。”粉渊松了口气，脱下外套上前将我裹住抱起。“对不起，是我没有考虑周到，我先带您回去。”我恋恋不舍地望了眼黑豹：“他太可怜了，你能救救他吗？”“好。”我会让人送他去医院。粉渊将我的帽子往下压了压，盖住了我这惊为天人的容貌，以免我暴露在危险中。军队撤退，然而交易城里的人却并没有让路。一个笔挺西装、戴着金丝眼镜的男人挡在他面前。军师大人一声不吭围了我的地盘，又这么轻易撤走，不太道义吧？不让我跟你怀里那位尊贵的雌性打个招呼吗？在这个交易城，玄策就是这里的王。这个地方之所以无人管辖，是因为签过互不干涉合约。帝都和交易城井水不犯河水，这是帝都欠他的。到了这，玄策如果不放人，粉渊即使带着军队想走也有点麻烦。而且玄策跟粉渊一样，都是3S 级雄性，怀中抱着我，粉渊并不想多起是非。我回去后会让人送上一份诚挚的歉意。
当我欠你个人情。虽然这样说，但焚渊已经做好了战斗的准备，甚至在思考要怎么样才能在离开这里的同时，不让怀里的我受伤。然而玄策却似乎没准备为难他，反而慢吞吞侧身让开。好说能得军师的人情，是我占便宜了，慢走。焚渊皱起眉，经验告诉他，玄策绝没有那么容易松口。果然，就在焚渊路过他的一刻，玄策骤然出手，将焚渊怀里瑟缩着的我的帽子掀落。他总得看看什么样的雌性能让焚渊不顾帝国合约，敢为他的地盘。一张纯净脸庞暴露出来，周围霎时响起议论声。雌性，我没看错吧？雌性会出现在这里？她好美，她是几级雌性？是皇宫里的哪位公主殿下吗？难怪军师大人阵仗这么大，这样的雌性流落在这里，是我也急啊！人生混乱，猝不及防和我对视上的玄策，呼吸乱了一刹，片刻后迅速回神，微微欠身，态度尊敬了些。恕我冒昧了，尊贵的雌性，您叫什么名字？星月。下一秒，我被一只大手挡住脸庞，焚渊神色冷硬沉毅，暗压的怒火中已经有了攻击之势。玄策，你过火了！玄策回神斜他一眼，懒洋洋地举起双手投降。抱歉。看着被焚渊抱着离开的我，他镜片后的眼眸深了些，瞳孔像梳成一根墨绿色的线，又飞快恢复。星月嘛，很快会再见的，我的猎物小雌性，第一次见面，给你留个好印象。玄策唇角意味不明地扯了扯，整个星际的好东西他都想沾一沾手，更何况这样极品的雌性，焚渊一个人可守不住。玄策没发现，我也趁焚渊抱走我的间隙，回过头来打量了他一眼。焚渊的住宅处，帝国特级医生莱特给我检查完身体之后，浑浊老迈的双眼露出笑意。军师，放心，这位雌性不仅没有受伤，相反，她的身体比很多雌性都更健康。现在我需要给她检测等级登记。焚渊面色松了松，对乖巧坐在沙发上的我温柔道：别紧张，莱特医生给帝都很多雌性都检测过等级，有了等级证明之后，就能办理雌性的星际身份。星际身份大概就是身份证一样的东西。我温顺的点点头。焚渊的身份不一般，能为我省去不少麻烦。如果有星际身份，我就算彻底打入这个世界内部。莱特给了我一个类似于笔记本的心脑。这上面的图案，您尽力把它们按照您觉得合适的位置摆放就行。星际雌性的等级最低是 F 级，最高是 SSS 级，是按照图案测试后的总分计算的。但请放心，无论您是什么等级，都是帝国尊贵的雌性，这一点毋庸置疑。测试主要判断的是雌性的精神力和智商。作为出具等级证明的老医生，莱特见过很多因为测试的时候非常紧张，而连 F 级的水平都无法发挥的雌性，所以开始之前的安抚是很有必要的。尤其当他看见面前的我注视着星脑上的图案后，表情明显有些停滞。我看着屏幕上的4宫格拼图，眼角微不可察地抽了抽。搞什么？我幼儿园都不屑跟别的小朋友一起玩这种幼稚的东西。或许这个简单的拼图游戏里藏着什么思路陷阱。我试探地挪动光标，将4个图片对齐，随即画面跳转，通过了。屏幕上绽放出彩带，一个大大的 F 级蹦出来，金光闪闪。这么快就通过了 F 级测试，您真厉害！您一定还可以通过下一关的测试。焚渊也在一旁温柔地看着我，看着屏幕转换的9宫格拼图，我无语地挪动光标，几秒后一级通过。莱特面色惊讶地看向我，要知道 A 级雌性即使在整个星际世界也只占15%。您非常棒，请再接再厉，越高阶的测试越难，不要掉以轻心。是吗？随后系统提示音响起 ，D 级通过 ，C 级通过 ，S 级通过。我陷入沉默，百思不得其解。到底难在哪？莱特的表情逐渐从迟疑到震惊，看着满屏不断跳出来的彩带和等级，他几乎坐不住了。看我的神色也变得更加尊敬小心。S 级雌性，整个帝都只有9个，他们无一不是拥有着贵族血脉，从父母繁殖前便精心规划得来的结果。可这位小雌性似乎还显得非常轻松，完全没有吃力的模样。难道她竟然是 SS 级雌性？这不可能 ，SS 级雌性全地都只有1位，那是整个星际最珍贵、最顶级的存在，哪有这么容易出现？焚渊视线发亮且温柔地注视着我，他就知道我一定不是普通雌性，但就算我是普通雌性，他也会追求我，只要我同意，他会用生命守护我。我已经把屏幕上最后一个图案画到正确位置。这个游戏太弱智了，我实在玩得有点无聊，甚至犯困了。屏幕上彩带爆发，巨大的 SS 级赫然显现。莱特石化了，帝国出现了第2位 SS 级雌性，他猛地站起来，叫来自己的助手。SS 级，快登记！帝国又出现了一位 SS 级的雌性。不用测了吗？莱特僵滞，良久他转过头来，声音都颤抖了。您还能继续？这
很难吗？莱特呆了一下，3S 级前所未有的测试，从未被开发到这里的测试，竟然被人质问很难吗？如果是别人，他一定会毫不留情的训斥嘲笑。可我刚刚还非常轻松的过了 SS 级测试。是，您请继续。目前帝国有3S 级雄性，却从来还没出过3S 级雌性。虽然知道我能成为3S 级雌性的可能几乎是天方夜谭，但他还是莫名的怀揣着一线期待。不明白他在亢奋什么，我只是做了个无聊的拼图游戏而已。早知道刚才就不多问那一句了，早点停下，我还能去睡觉。我无可奈何的挪动光标，彩带爆发 SS 级。莱特脑袋一阵阵晕眩，这就通过了。焚渊面色凝重的站起来，心里生出一种危机感。3S 级雌性，这是史无前例的事情。我太优秀了，以后恐怕会招来很多雄性的追求。他并不是怕跟其他雄性争夺，只是怕我身边太多追求者，而看不到他的存在。毕竟他已经对我做过那样的事情。他是个很传统的雄性，在心里已经认定自己是我的伴侣。可是我这么优秀，如果看不上他该怎么办？没有意识到身边人动静，我还在继续下一关。很快彩带迸发，4S 金灿灿的显示在屏幕上。许久都没有显示下一关，我狐疑的望向屋里石化的几人。没有了。莱特踉跄一步，差点栽倒在地。要不是他亲自看着我一关关通过，他甚至会怀疑是不是心脑系统出现了故障。这是绝对的奇迹，是兽神保佑。巨大的喜悦让他几乎要背过气去。我担忧地看着他，你好像身体不太好，要不您先回去休息一下。不，我要亲自给您出具证明。莱特手抖着拿出资料，很快替我填好了资料。尊贵的雌性，现在开始，您就是帝国地位最高的贵族。您的监护人是焚渊军帅吗？监护人是什么？帝国规定，每一位未婚雌性都应该有至少2位雄性监护人，既是保护者，也是照顾者。成为您的监护人后，您的一切衣食起居安全、出游都会由他们给您安排，也方便您的星际身份在政府通过后，您可以从中选择雄性成为您的伴侣。我看向焚渊，在这里我只认识他，只是不知道他愿不愿意。焚渊的心暗暗提了起来，他遇事一向沉着冷静，这辈子没这么紧张过，表面却不显，而是语气低沉，态度诚恳的道：请您给我照顾您的机会，我会尽我所能保护好您。我不禁欣慰，也算没白帮这小子，够意思。至于伴侣什么的，听起来像是自由选择，我暂时没放在心上。莱特随即在资料上填写好，开口道：焚渊军帅是3S级雄性，这是目前星际最顶级的雄性等级，而且还没有妻主。星月雌性，希望以后还能为你们填写伴侣证明。监护人的角色其实和未婚夫的位置差不多，毕竟近水楼台，大多数雄性监护人和雌性都会日久生情，最后结为伴侣。4S级雌性，即使匹配的是焚渊这样的顶级雄性，也是焚渊的荣幸，也必须得感叹一下焚渊的幸运，竟然能成为我的第1位监护人。想到这里，他不由朝焚渊露出一个鼓舞的神色。焚渊表面不疾不徐地转开眼，却清楚地感觉到耳根开始发热。莱特收好资料后转身离去，房门关上，偌大的房里只剩我和焚渊2个人，气氛一时间开始沉默。焚渊拿出一条精致的手链，早上出去的时候，我给您带了一个礼物，是一条镶了5色宝石的手链，光看着就价值不菲。我接过来，笑盈盈地抬起头，谢谢你。焚渊被我的笑容晃了一下，争冲只持续了1秒，就被他掩饰掉。我现在是您的监护人，送您礼物是应该的，只要您喜欢就好。我拍拍自己身旁的沙发位置，你坐过来些，离我这么远干什么？我又不会吃人。他听话地坐到我身边，或许是常年待在军中，身上透着强大的冷硬军人气场，但很快他的气场就削弱了些，似是被我盯得有些忐忑。我打量完他，惋惜道：兽人先生，你的耳朵没有了呢，尾巴也不见了。此时的他面部轮廓锋利，没有了动情时刻的加持，五官看起来没有昨天的柔和以及媚色，静态的时候有一种很强的冷漠疏离感，这种疏离感让他整个人威慑力更加恐怖，一眼看上去就是个强得可怕的男人。焚渊却面色白了2分，主动朝我臣服的低头，像一只威风凛凛的狼王，甘愿驯服了自己，成为我的大狼狗。抱歉，昨天冒犯了您，您可以惩罚我，无论是打是骂还是其他的，我都不会反抗，只恳求您的原谅。我手臂环住，他好奇道：为什么要我惩罚你？看到了我的兽形不反感吗？我伸手在他昨天长兽耳的地方摸了摸。不会啊，我很喜欢你昨天的样子。不过你的兽形是什么呢？是小狗吗？不是，我是北境灰狼。北境灰狼，一个非常悍猛残暴的狼族，哪怕是独狼的作战能力也异常强悍，能硬刚任何顶级肉食猛兽，团队领导能力也是绝对的优秀。现在竟然被误以为是小狗，他丝毫不介意，反而很欣喜我说的喜欢，我竟会喜欢他的兽形，而且看起来不像伪装。焚渊心中忍不住再一次激动起来，我满眼笑意，压下笑意背后的狡黠。这么厉害啊，我可以看看吗？不是昨天那种半兽形哦，我想看你完全变成兽形的样子。可是我的兽形太大了，不像那些兔族、猫族、绵羊族的兽形可爱。
会吓到你。肉食性猛兽类兽人在战斗和军事上是一把好手，可在雌性这里，他们从来不吃香。雌性选择他们，大部分是因为他们有强大的武力值，可以担任保镖的角色，但同时也会忌惮、惧怕，甚至厌恶他们，并不会给予他们过多的爱意。我拉着他的袖子，轻轻地摇，小声地撒娇：“我不会害怕你的，给我看看嘛。”焚渊果然受不住我的攻势，面红耳热的变成了兽形，巨大狼体瞬间覆盖了大半个沙发，温顺的趴在我身边，目光忐忑的看我，似乎担心我的不喜欢和惧怕。他小心翼翼的用鼻子蹭了蹭我的手心，尽是讨好。我惊讶的看着他的兽形，这么大，比那只黑豹还大一圈。我惊叹的上手摸了摸焚渊漂亮蓬松的银灰色毛发，手感软滑极了，即使隔着厚厚的长毛，依然能摸到他毛发下紧实、暗藏力量的肌肉。他显然是一只狼王，难以想象这样的猛兽要是战斗起来是什么样。在没有武器的情况下，恐怕我都得避其锋芒。我不着痕迹地揉揉他的脑袋，抱歉，你太可爱了，长得好威风，我就到处都想看看。这个喜爱不是演的，毕竟谁不爱毛茸茸又大只又霸气，还对自己温顺的小动物呢？银狼的紧张缓解了些，小心地探究我的表情。真的吗？您真的喜欢我的兽形？我用脸蹭了蹭他的背毛。当然是真的呀，你这么软又这么大只，抱着你睡觉多幸福啊！哪个女孩子不喜欢呢？抱着我睡觉，这不行吧？我们没有结侣，怎么能一起睡觉？你会愿意跟我结为伴侣吗？焚渊感觉自己要被我撩疯了，一时间不知道如何是好。他深吸了一口气，克制着满腔爱慕，温顺地将偌大的狼脑袋轻轻搭在我肩上，狼眸合上，让我们此刻的动作仿佛是一个温情的拥抱。而与此同时，帝国政府人员震动，随后帝国出现了一个我是4S级雌性的消息，立马传遍了八方。森地地下交易城最中心的一座黑色建筑顶层里，一个身着西装的男人伸手扶了下眼镜，垂眸看着桌上的台式星囊，上面政府官网上的主页赫然写着：星月15岁，4S级雌性，监护人1，焚渊3S级雄性，监护人2，5。玄策盯着那条官网信息看了很久，随后勾了勾唇，一丝玩味浮现眼里。星月跟焚渊抢雌性吗？别人可能是不配，不知道我这个同样4S级的雄性配不配呢？最近活得太无趣了，抢个监护人当着玩玩，似乎也不错。